嗨，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美甲公开课第1季第1集。我是 Peggy， 他是呱呱，我是胖子老板。这一集我们要来和大家谈咨询，咨询会和大家聊到的事情就在旁边，请各位稍微看一下。虽然很多人把它当作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我们很在乎咨询这一个步骤。整季的规划里面呢，我们会从客户的流程，如何帮客户咨询，如何满足新客户的指甲，好，并且呢做完一整套的流程，好让大家能够粗浅的了解基本的一个架构。在第1季的规划里面呢，这是第1集咨询，之后呢还会有11集的内容哈，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往下看。开工前，先了解客户的需求。你要知道说，客人是想要做艺术指甲，还是要做保养，或者是呢，他是为了要矫正指甲，要不然就是很想花钱。OK， 那做艺术指甲需要注意哪些东西？我们要知道说，客人的需求，他是想要做什么颜色，那什么样的感觉？手足保养呢？手足保养的话呢，它主要是针对基础还是深层？那它主要是针对哪一个部分有什么问题想要做处理？那如果是矫正指甲呢？哇，那就比较麻烦了，因为矫正指甲呢，要处理的东西非常的多。我们要先了解他目前最需要、他最想要解决的是什么，然后他最后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个真的很难。这也是我从事10几年来，主要我们都在做问题指甲。我们初期会讲到一些，想要知道更多的话，我们后面呢在进阶课程也会有更详细的解说。那如果遇到大咖就想花钱怎么办？有一些客人就是为了自己爽，对，那你就要问他说，你大概预算到哪里，想要达到哪些东西？能做到的与不能做到的，在艺术指甲方面呢，我们要先了解到客户的需求之后呢，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得出来？还有是不是有他需要的材料？手术标的话，你就要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那是不是有一些我们无法处理的病变？矫正指甲的话，就是要看他想要改变什么，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矫正。这个部分呢，范围非常的繁琐，因为毕竟10几年来，我最主要就是做这个。我们后面再慢慢讲解。如果就想花钱呢？好，想花钱，这个就是花钱是大爷，我们就让他爽就行了。那个最头大。对。不同的服务有不同的解说，在你宝贝把服务解说分成几个部分。我们会针对新客人去讲解，再来就是呢，我们在指甲矫正的时候，中间会发生的许多事情，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问题，还有就是你必须要让他知道，问题指甲的卸除指甲的方式跟一般艺术指甲做漂亮指甲卸除不同在哪，以及就是其实指甲会有问题，保养也很重要，必须要让他知道。保养要怎么样让它做得更好，那就是要搭配一些油类的产品。基本上这每一个提示都有一小张纸提供给客户的。我们来看一下新客户解说。所有新客人来第一次会给他看到的这一张解说，指甲矫正小提示。不管是手部的矫正还是脚部的矫正，我们都有一张小提示。那么为什么要有小提示呢，老板娘？因为客人花了钱，不知道说他来这边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像你去买沙发，或者是你要买房子，你总是需要说知道说，我现在可能会碰到的状况，未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当然，如果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自己斟酌，我可以做到哪里。对。卸除指甲小提示，在卸除指甲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客人一张小提示，告诉客人卸除指甲完之后有哪些事情需要注意的。因为其实就好像你去看皮肤科医生，你做了一整串的治疗之后，你也会希望，可能之后我需要怎么样才能够继续维持。我常常会跟很多的客人说，花钱就要花在刀口上，至少要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把效果持续。我会希望说不是白花钱，而是真的有效。深层保养小提示，不管呢是在做手部的深层保养，还是做脚部的深层保养，我们一样有一些小提示给客户，甚至我们还会询问一下客户做完保养之后的满意度如何。精油产品小提示，在店内和我们购买产品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做产品的知识教育，这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好的东西必须要知道怎么使用。如果你没有照正常的使用程序的话，再好的东西都是没有用。拍照留存指甲状况，在我们解释完小提示之后啊，只要是客户来做指甲，我们都会把客人指甲拍照一下。对，像我每天接触这么多 case， 这样10几年来，我接触的手很可怕因为我每一天每一个客人，我都坚持要自己看过，太多了，到下一次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忘记。要拍照才知道客户的进展到什么程度，然后也可以在我们事后呢做一个深度的讨论。消费记录与服务备注，所有客户的基本资料以及他每一次消费的记录，我们都有认真的把它做一个留存。因为其实在做问题指甲会非常非常的难，你遇到的客户他的心理需求的层面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能够尽量呢就是越仔细越好。这个部分呢，就是未来呢有兴趣的一些同好们，或者是想要从事这一行的呢，到时候上课的时候呢，我会讲得更详细。我们会尽量把我们这10几年来，就是针对问题指甲遇到的问题，想尽办法的告诉大家。这公开课有时候没有办法一时讲完，实在太多了。对，客户资料长期保存。客户资料来说我们有些部分是长期保存的，例如说客户的基本资讯，我们是永久保存的，消费记录呢也是永久保存，但是矫正的照片没办法，因为那个对，硬碟有限。那么如果说客人已经矫正结束的话，客户的照片我们大约会在1季之后就把它杀掉。可是客户的消费资料跟客户的基本资讯，我们还是会留存，以防客户矫正出现问题，再回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客户的实际状况。检查颜色。你看，现在我就要被叫上去了，因为每一个客人的状况我都要确认，所以我现在呢先离开，先上去看客人的状况如何。拜拜。拜拜。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第一步要先了解客户的需求，再来才能达成客户的需求。第三呢，我们还要忠实记录客户的状态，在之后才能去分析改善我们对于客户的服务。这一整个循环才能让我们的服务跟品质越来越好。所以在咨询这一块，我们下一个简单的结论，那就是了解您的客户，也让客户了解您。那我们第一季第1集的咨询课程就到这边，后面第2集会和大家谈修行以及更多相关的课程。如果各位不想要漏接我们的资讯的话，订阅按赞小铃铛，一步一步的深入我们指甲课程哦。今天就到这边，大家拜拜。